《汉书经房传》里记载，焦干常说：得我道以亡身者，必经生也。《汉书》在干曰两个字的中间用了一个常字，显然常在句中做副词。当常用作副词的时候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经常、常常，另一个是通常，是曾经的意思。得我道以亡身这句话，对于一位老师自己来说，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、值得炫耀的事。得别人的道会鸡犬升天，得你的道会不得好死。这句话说出来就像骂人一样，说一次就够丢人了。所以焦干的情商不至于低到把它挂在嘴边经常说。因此我们倾向于常应该通假为常，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。焦干既然说了这样的话，显然这不像是一句玩笑话，说明他从经房的学习及为人处事的三观等方面，确实已经预见到了经房未来的悲剧人生。那么作为一个老师，他会对自己学生的这种可能的遭遇袖手旁观吗？他不应该未雨绸缪而防患于未然吗？尽人事而听天命，咋说也应该向老天争取一下的，不是吗？这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提出的问题。焦干的名和字历来有两种说法，《汉书》记载他叫延寿，字干，而唐代以后又有人认为他叫干，字延寿。在这里我们支持最早的记载，按《汉书》所记。在汉代，按儒家的孝经要求，老师对于学生犹如父亲对于孩子，老师去世，学生也是需要为老师守孝的。老师被人杀害，学生也要为老师报仇。反过来，老师也有义务和责任推荐自己的学生去当官或者做自己的门生，因为在汉代很多官员也都讲课授徒，招收学生。我们想当然的要求焦干对经房的悲剧防患于未然，是因为我们默认以儒家观念来看待问题。而事实上，要追究焦干的老师责任，就要看看焦干自己的老师是如何教他的。焦干的老师是谁呢？很遗憾，《汉书》没有给他立传，现有的历史资料也找不到答案。《汉书》引述刘向教书时的结论说：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。同时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里又记载，延寿云：常从孟喜问议。就这句话留下了千年的公案。为了更好地理清这桩公案，让我们先看清楚《汉书·儒林传》里的原话是这样写的：经房授意良人焦延寿，延寿云：常从孟喜问议，会喜死，房以为延寿议及孟氏学，翟牧白生不肯，皆曰非也。至成帝时，刘向教书考异说，以为诸异家说皆祖田和、杨叔、丁将军大义略同，为经世为异。当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或知蒙氏不相与同。在这段话里，写经房是从焦延寿授意，而焦延寿对孟喜只是常问议。这一授一问，就写出了师徒关系的深浅。焦延寿毫无疑问是经房的授业老师，而孟喜只是曾经被焦延寿当作老师请教过义而已，甚至还称不上正式的师生关系。延寿云常从孟喜问议，他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给经房的，他没有必要骗自己的学生，所以可以相信他肯定确实问议于孟喜。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，他告诉经房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
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出了焦延寿得隐士之说的流言。为了向自己的学生澄清这一点，托之孟氏可以让自己的学说更加伟光正、更知名，以便打消经房可能产生的学问来路不正的顾虑呢？还是自己的学说还真的全赖于孟喜的指点才能形成，以至于孟喜的指点当居首功？孟喜的学说太深奥了，你看他只是随便指点了我几句，我就由此创立了自己的学说。所以咱们学的东西归根结底还是孟喜老师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如果不这样猜，那么焦延寿就得向经房解释自己的学说到底是跟谁学的，经房的祖师爷是谁，是不是来路不正不明的隐士，咱们的学说是属于哪一门哪一派等等，这些秘密是能说的吗？这是公案之一。接下来的这句会喜死，访以为延寿义及孟氏学，翟牧白生不肯，皆曰非也。翟牧白生这两个人是孟喜正牌的有学籍的学生，而焦延寿甚至连孟喜的挂名学生都算不上。现在赶上孟喜死无对证，焦延寿的学生经房跑出来说他老师的学说也是孟氏学，这就好比法定继承人的名单上忽然多出了私生子这个选项，那么这个私生子是真私生还是冒牌货呢？这就是历史留下的公案之二。历来对此公案有两种鲜明的观点，甲方认为是真的私生子，焦氏义学就是由孟喜处所得的一家后阴阳灾变书的内容。至于翟牧白生不肯认，那是因为他俩没有学到这个独门秘学，并且为了与自己那有了改师法恶名的老师划清界限，甲方从人性的勾心斗角、学术倾轧、文人相轻等人性丑恶以及术可秘传等角度，论证了孟经义学和孟喜义学是一脉相承。这是甲方的观点，也是中国当代医学学术界几乎是一锤定音的宣判。但是甲方的这种宣判最大的问题，不但要假设各种人性幽暗且查无实据的故事，而且还直接否定了《汉书》作者班固的判断以及刘向教书的结论。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去否定2000年前的古人，这需要很大的魄力。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，与经房同一年出生，是经房同时代的人，可以说他是这个公案的第一人证。班固之所以原封不动地把刘向教书的结论引用在《汉书》里，足见他是认可这个第一证人证言的。于是也就有了相对于甲方的乙方观点。乙方依据奥卡姆剃刀原理，如非必要勿增实体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假设，选择直接相信刘向的结论，那就是这个私生子是冒牌货，焦经义学确实出自隐士。然而刘向原话为经世为义，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托之蒙氏不相与同，这句话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字党，又引起了争论，分别又有4种看法。一是把句子断为经世为义党，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这是最省事方便的做法。看吧，刘向就直接说经世为义党了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因为它不符合训诂规律，在西汉当时，今天的义党这个词不可能穿越过去，因此就有第2种训诂，认为党应该训为偏向的意思。刘向教书考证之后，偏向于认为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。但是又有人认为这种偏向太主观了，本来不确定的事，最好把党字训为倘，也就是倘若或许的意思，直接把结论变成了让后人猜测的疑问句，
这是第三种看法。终于又有人觉得刘向你教书看了半天，留下了一个千古疑问句，不是大家风范，所以应该训党为当，是应当当做的意思。总之，这个锅刘向你背定了，这就是第四种看法了。要判断甲乙双方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，我认为要提一个周易流传至今的神秘传说，那就是周易的古易。现行本周易经传反映的是孔子易学，正如孔子删诗经修春秋一样，现行本周易经传是以孔子的思想而让周易呈现出的面貌，尤其是传的部分。那么孔子之前的周易，或者说没有被孔子动过手脚的周易是什么样子呢？这就是易学界广泛流传的周易古易之说。但细究起来，对古易说还有争议，认为古易也是孔子动过手脚的，只不过其内容以阴阳灾异和吉凶占卜为主。现行本周易经传里虽然也有大焉师法的内容，但是它18变才成一卦，极其繁琐，而且遇到变爻还不知道如何取舍，根本缺乏一种占卜之术本应该具有的吉凶预测的能力。这才是人们一直猜测有古易存在的原因。因为孟喜自称的《易家后阴阳灾变书》和焦干经房一系的阴阳灾异说太符合周易古易的画像了，于是甲方就认为孟喜确实得到了田王孙的秘学古易。然而有学者考证指出，类似孟喜的卦气说以及12壁卦的思想，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。显然那个时期被认为是连山易归藏易的时期，比周易的形成还要早呀。从殷商开始，易已经是一门巫术，一直到孔子读到它的时候。既然孔子能读易，易又不是孔子发明的，难道就没有别的人也能读懂吗？易是大家的，不是孔子的。然而令人迷惑的是，孔子之外的易学易术去哪儿了？要知道，易经是唯一不受秦始皇焚书影响而一直流传不曾断绝的学问啊。有什么理由就非要认定西汉时的易学必须要出自田和呢？刘向作为当时的人，他太明白社会上民间有太多不同类型的易术易说了。孟喜怎么就不能从民间从隐士手中获得易家后阴阳灾变书呢？焦延寿怎么就不能读得隐士之说呢？如果焦延寿得隐士之说，他不会是一朝一夕就学会了的，不可能像黄石老人把书往张良怀里一递那样，焦延寿就自学成才了。这种能占有验的技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从梁地传到京城刘向的耳朵里，刘向自己会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吗？所以甲方凭借戏精附体的学术倾轧、文人相轻等种种假说而否定刘向教书所做的结论，似乎就把刘向看作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了。那么刘向到底是不是一个不懂世故的书呆子呢？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研究它，暂且不表。最令人感到尴尬的是，孟喜和经房医学的内容流传至今都没有一个完整本，全都是盲人摸象一样的碎片言论。比如孟喜易学，现在能依据的最早最完整的资料，来自唐代僧一行卦义里一段对孟喜易学的引用。这段引用总共不足200字，但就这200字，就是已知的孟喜易学的最全资料。而经房医学不光是资料不全的问题，还有一个真假难辨。因为目前流传的经史易传3卷本里面根本没有阴阳灾异的内容，而史书中对经房易的引用大多也只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引用，加起来甚至也不超过200个字。神奇就神奇在
仅凭这些只言片语的盲人摸象文字碎片，一大批学者艺家们还真构建起来了洋洋洒洒的、蔚为壮观的梦喜医学、经房医学的画像。总之，神奇和尴尬共存于今天对梦喜和经房之医学的研究中，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完整的、真正的梦境医学，所以谁都可以说说看法，你还真不敢断定谁说的就不对。总之，对于以上公案的回答，我本人认为，在没有出土确凿的新证据之前，刘向的结论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历史真相。况且我们结合《汉书》里对焦延寿捎带着的描述，在字里行间更有理由相信刘向的结论。在下一期视频里，我会展开详说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不当之处，请您在评论区不吝赐教，谢谢。